很多朋友们在网上购买黄油，同一款黄油价格参差不齐，而且差距相当的大。那我们买回来的黄油如何去辨别它的真假呢？那今天我就来教你们。我给大家科普一下，我们一般讲的黄油要分两种，一种是植物黄油，一种是动物黄油。那植物黄油呢，就是说是人造的合成黄油，而动物黄油呢，是从牛奶里面提炼出来的。所以说现在很多市场上它会用低价的植物黄油，然后去换掉高成本的动物黄油。因此很多网上卖的动物黄油，他们会拿很多植物黄油来去代替，因为很多新手朋友们根本也分不清楚，到底你买的是真黄油还是假黄油。真假黄油我们从3个方面去辨别它。第一个是我们要用味道，第二个是我们要看它的一个质地，好，第3个就是说加热过后的一个状态。好，我们先从味道来辨别它。好，我们这个黄油呢，我们要闻一下。然后它的味道是带了一股香精的味道。好，那这一块呢，我们可以闻一下，就是它可能会对比很明显淡淡的，它这个是没有太大的味道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这样闻它，就是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。如果你先闻你的这个真黄油的味道，再去闻假黄油的味道，其实它的味道辨别是非常非常的大，因为一个特别淡，一个特别浓的香精味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我们要从味道来辨别。第二点，我们从质地去区分它。好，我们这两块黄油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，我们放在冷藏的，然后我们切开它看一看。看，我们切开它，它就会有这种裂纹。它就非常容易松散。如果我们刚从冰箱头拿出来的话，切它的话，你看就很容易松散。好，我们切我们的这一块真黄油。好，这一块是真黄油，你切开看它，看它就比较紧实，而且里面没有裂纹。好，而且我们把这一片取下来看，它是比较紧实的。然后我们掰开看，可能就是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但是我们切开它就会很明显，它里面没有像那种松散的裂纹。好，一刀下去就比较平整。看，好，这个就是从质地上去分别它。因为人造黄油呢，它的制作工艺受限制，所以说它切出来是比较松散的。然后如果特别是你从冰箱冷冻拿出来再去切的话，可能就是一切，就是它就会一块的。而我们的真黄油呢，它是从牛奶里面提炼出来的，所以说它切出来就非常的漂亮平整。好，第3点，我们就从加热过后的状态来区分它。好，我们先取用1块植物黄油。好，我们倒进锅里面，好，然后有电磁炉加热。好，我们稍微加热了一会儿，我们能看得出来，像这种，像豆腐脑的那种颗粒，醪糟也有点像。好，而且它的味道闻起来就是很大一股香精味，而且还伴随着酸的味道。好，我们的植物黄油全部都融化好了，然后看它的底部会有像这种。我们叫的一坨一坨的，这个像白色的东西，它有点像醪糟的样子。好，我们继续将它加热。好，这个我们先关火将它倒出来，因为它会一直这样子溅。刚刚我已经把锅重新洗过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加热动物黄油，将动物黄油放进锅里，然后电磁炉加热。我们晃动锅加热了一会儿，好，我们能看得出来，它不是透明状的，它是有那种像乳白色的，因为我们的黄油是用牛奶提炼出来的，好，所以说里面都含有蛋白质。啊，它的颜色就跟我们刚刚这个植物黄油加热过的是不一样的，看。好，而且我们加热动物黄油的时候，它飞溅的没有那么的厉害。
就是一加热，其实区别就能很明显的分别出来。而且这个加热的时候，它的味道是淡淡的牛奶香味儿。我们又加热了一会儿，我们明显看到底部有那种焦黑色，因为里面含有蛋白质，然后所以说它加热的时候，蛋白质就糊掉了，就它慢慢的变黑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才是真正的黄油。好，我们的植物黄油和动物黄油全部都加热好了，然后大家很明显的就能分辨得出来。好像我们这个特别明显啊。好，这一个是我们的动物黄油加热了，因为它里面含有蛋白质含量，因为是从牛奶里面提取出来的。好，所以说它有烧焦的这种迹象。好，而我们的人造黄油呢是合成黄油，其实它表面就是那种普通的植物油，然后加上一些人工的造的一些东西啊，将它们合成，所以说它底部一直像这种醪糟似的或者是油糟似的这个东西，然后一直会出现在底部，它不会消散。那这样大家把黄油买回家的时候，就可以用这种加热的方法，好，并且结合着我们刚刚所讲到的2种方法，你就可以辨别出来你买的是真黄油还是假黄油。那其实很多朋友们可能只是为了便宜，就直接去买的便宜一点的黄油。其实像安佳黄油或者是总统黄油，好，大概一块的话就是至少是30多、40多这个样子。所以说不要去贪过多的便宜去买到我们的假黄油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。为了让面包更快的上架，烘焙店惯用的3种装饰馅料，它的原材料不仅简单，而且做法相当快捷，节省了不少的时间。大家还不赶紧做起来？首先，我先教大家做第1种酥粒，材料也非常的简单，只有3种。首先我们需要黄油，那黄油一定是要冰黄油。好，然后将低筋面粉还有白砂糖全部倒入在碗里，然后戴上手套，然后搓。慢慢的搓，好，我们搓好后是这种沙状的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它保存的话，直接放进冰箱冷藏就可以了，大概半个月是没有多大的问题。第2种呢是芝士馅，那它的材料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只有2种材料。好，我们需要先将芝士或者是奶酪馅软化，然后我们直接加白砂糖进去。好，用打蛋器，电动的、手动的都可以，然后打至顺滑就可以了。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保存的话就直接贴上保鲜膜，放在冰箱冷藏，大概2天左右，因为芝士是特别容易坏的。第3种呢就是奶油霜，好，它的材料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3种。黄油需要提前软化，稍微将它打至顺滑。好，稍微打软后，把这个白砂糖一次性加进去。好，我们将它打发变白。打发变白后，我们分2次加入淡奶油。好，我们将它们混合。第1次淡奶油加进去混合好后，我们将最后一点淡奶油一次性加入。同样将2者混合一下。我们打好后的奶油霜呢就可以用了。好，我们如果要保存的话，直接贴上保鲜膜，然后放进冰箱冷冻，然后我们只需要用前解冻，然后将它打顺滑就可以了。大概可以放1到2个星期都没有什么问题。我来讲一下酥粒的用法。酥粒的用法呢，跟我们另外2种夹心的用法它是不一样的。酥粒呢，就是在我们的面包就是发好后，在表面涂上1层蛋液。涂好后，我们把酥粒撒在表面上。酥粒撒好后，我们直接就可以进烤箱烤了。那其他2个呢，我一会儿做另外2个馅料的，因为它是要烤好过后冷却了，我们再来装饰的馅料。像我们的面包烤好后，好，一般可以直接将它底部灌入馅料，好。然后外面一些烘焙店它的装饰手法其实就特别简单，就是我们从中间将它剖开。分为2，然后中间剖开，这个是我们的奶油霜的馅料，然后挤入到里面去。我们挤另外一个芝士馅料，
我们也是从中间剖开，然后我们也可以挤贝壳边，好，将它合起来，好，这样一个面包就做好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在上面撒一点糖粉，好，这样就可以出品到我们的展示柜上面，让我们的那些顾客他们自己去挑选了。这3种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。网上有上百上千种裱花嘴，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都不知道如何去挑选它。那今天我就帮大家挑选了4款常用的裱花嘴，并且教大家如何使用它们。第一种裱花嘴就是这种圆形状的裱花嘴，也是我们做泡芙还有马卡龙等等就可以使用到它。好，第二个裱花嘴是这种玫瑰型裱花嘴，它第一可以拿来就是裱我们的玫瑰花，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做法甜啊或者小甜甜表面上面的装饰。第3个是这种6齿的裱花嘴，它可以拿来裱我们的曲奇，并且还可以拿来做我们的杯子蛋糕表面的装饰。第4种就是这种8齿的裱花嘴，和蛋糕上面的一种贝壳边，然后也是它来挤。第一种我先用圆形的这个裱花嘴，我们来挤花。第一种就是圆形的。好，我们挤的时候左手要托住这个裱花嘴，因为尽量让它垂直，不然我们挤出来是这样斜的。你看，如果大家挤的话就是这样斜的，它的尖就朝另外一边了，就不好看。第二种就是碎下来，然后比如说做我们的蛋白糖，然后就会用到这种柱体状。包括很多法庭上，大家也会用到这样的装饰。第二个是我们玫瑰花的裱花嘴，好，我们可以挤这样的边，就是有间隔，也可以没有间隔，要看大家自己需要它是什么一个状态。好，还有一个就是将它立起来。6齿的裱花嘴，好，其实我们挤曲奇的方法，好，先稍微挤一点，然后转动它，好，就像一个玫瑰花一样。还可以挤这样的边，然后将它斜45度角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可以用于我们蛋糕的边，然后做一个装饰。第3种花型，好，这个可以使用于杯子蛋糕。好，在同一个地方转圈，慢慢的往上提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特别简单。好，最后一种还可以挤那种简单的，我们可以做蛋白糖啊这些。现在用第4种裱花嘴。8齿裱花嘴来挤花，好，同样我们先挤这种小花，就立起来。第2种是曲奇花，然后我们先挤一点，然后转圈。好，收的时候一定要果断。左右两边有点像桃心状的。就是左一个，右一个，就稍微将下面拉长一点。好，下一个就是贝壳边，好，就提起来往下压。还有一种边就是我之前有挤的那种卷边。第6种挤的方式，然后同样是斜45度角。好，还有一种我们挤第2种曲奇的方法，好，跟刚刚那个有一点点的像。好，它这个8齿的和6齿的也可以挤。大家对这4种裱花嘴了解了吗？其实我们在常用裱花的时候，其实这4种是最常见的。好，我今天也展示了那么多，就是裱花嘴的挤的方式和它的一个效果。好，
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。好多朋友都想跟着我学做法甜，但是不想去购置过多的原材料和昂贵的工具。那今天我就教你们做这一款简约版的咖啡巧克力法甜。那对于新手来说，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难度，但是不怕，跟着我学做，一定会做成功的。我们这一款甜点呢，有4个部分组成。第一个是香缇奶油，第二个是萨布雷饼底，第三个是咖啡慕斯，好，第4个是比斯鸡蛋糕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先来做香缇奶油。好，先将奶油倒入锅中，磨好的咖啡粉倒进去。好，开小火，先将它加热。好，如果没有咖啡粉的朋友们，也可以直接用速溶咖啡。待奶油煮沸后，我们就关火，过滤到我们的巧克力，好，这个里面去。接着我们用打蛋器将它们混合，好，搅拌好后，我们用保鲜膜贴面，好，放进冰箱冷藏8个小时以上，好就可以了。在我们的香缇奶油冷藏期间，现在我们来做萨布雷饼底。我们将低筋面粉、可可粉。还有杏仁粉，好，一起过筛一下，加入糖，还有盐、黄油，好，这样的平的 K 酱，好，来搅拌它。如果大家没有厨师机，也可以揉至稍微成团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搅至这种粗沙粒状，然后我们将蛋液分2次加入。稍微搅动一下，我们将剩余的蛋液全部加进去。我们搅到像这样大致成团后，就将它取出来。我们的萨布雷面团做好后，我们用保鲜膜包起来，然后直接放常温，让它松弛1个小时，然后我们再来使用它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做巧克力比斯鸡蛋糕。先将低筋面粉、可可粉一起过筛备用。过筛好后，我们开烤箱预热，上下火180度。接着我们来打发蛋黄，将蛋黄倒入盆中，将少量的白砂糖，然后一次性加进去。我们开电动打蛋器高速，然后将它打发。然后滴落下的纹路它没有那么快消失。好，大家打蛋器功率小的就稍微多打一会儿。蛋黄打发好后，我们接着来打蛋白，然后我们先打至粗泡，好，白砂糖分3次加入，然后第1次加入白砂糖，好，打蛋器开中速，然后转高速，好，我们蛋白打至细腻的时候加第2次白砂糖。开高速打发，好，我们的蛋白打发到就是有明显纹路的时候，我们加最后1次白砂糖，同样是高速打发。好，我们的蛋白快要打好的时候，我们转成低速，好，稍微打几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提起来。就是它是这种很尖的一个小尖角，好，那么差不多是10分发这个样子。因为这个它含糖量比较高，所以说打出来的状态，我们的蛋白就比较硬，然后它就不容易消泡。蛋黄、蛋白全部打发好后，我们将蛋白分2次加入到蛋黄糊里面。好，我们做翻拌的手法将它们混合。拌好后，我们将剩余的蛋白加进去。同样做翻拌的手法，将2者混合，将过筛好的低筋面粉和可可粉，然后倒入到我们的面糊里面。我们用翻拌的手法慢慢混合。好，搅拌好后，我们将融化的黄油一次性加入，然后刮刀使劲拌，速度要快，不然会消泡得很快。拌好后，我们倒入烤盘里，烤盘上面垫1层油纸。好，我们将它铺平整，刷一下膜，将大气泡震出，放烤箱中层。好，温度不变，我们设置18到20分钟。好，时间到了，好，我们的蛋糕就烤好了，将它拿出来，
接放凉就可以了。在蛋糕放凉期间，将准备好的面团拿出来，放在2张油纸之间，用擀面杖擀至2毫米，然后用光极刻出来。接着将它拖出来放烤盘上，烤箱温度上下火160度，放入中层，设置20分钟。我们的萨布列饼干就烤好了，放一旁备用。蛋糕有一点高，将它片成2份。选比模具小1到2号的光极，将它刻出来。接下来我们来做主体部分慕斯糊。首先将吉利丁泡在冰水中，然后将牛奶倒入锅中，咖啡粉也倒入锅中，将咖啡牛奶过筛，反锅继续煮沸。将2种巧克力倒入盆中，然后将煮沸的牛奶倒入。我们拌好后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来打发淡奶油。用打蛋器开低速打至5分发，打至脱离水状，提起打蛋器，淡奶油滴落到盆中，很快就消失就可以了。咖啡巧克力彻底放凉后，我们再将淡奶油少量的加在慕斯糊里面，淡奶油分2次加入到巧克力面糊中，用翻拌的手法将它混合，拌好后加入到淡奶油中。用翻拌的手法混合均匀，接着装入裱花袋里。全部材料准备好后，我们开始来组装。先挤一点慕斯糊，用1根竹签插入蛋糕，然后放入慕斯糊，用手按压，上面再挤1层慕斯糊，接着再放1层蛋糕，最后再挤上慕斯糊。全部挤好后，放入冰箱冷藏4个小时，或冷冻至凝固。我们的慕斯糊已经凝固的差不多了，接着我们将香缇奶油拿出来，好用我们的打蛋器将它打发。打发好后放进裱花袋里。接着我们将冰箱里的慕斯拿出来脱模，在表面装饰一下。防潮可可粉放在我们的萨布列这个饼干上面。好，简约版的法甜咖啡巧克力慕斯就做好了，大家可以给它取一个名字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学会了的话，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。今天我教大家做月饼系列当中的脏脏月饼，它有着浓郁的巧克力味，搭配着奶酪、干果、果干，味道实在是妙吧！朋友们千呼万唤使出来的配方和做法，我已经教给大家了，大家一定记得收藏起来哟。我们做月饼的时候，先处理馅料。我们先将我们的葡萄干用朗姆酒泡1到2个小时，因为吸收我们的酒的成分，它会更香一些。将核桃、榛子、我们的陈皮丁，还有蔓越莓干，将它切碎。接着我们将泡好的葡萄干沥出来，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将奶油奶酪倒入盆中，将它搅拌至顺滑。红豆沙加入到我们的盆中，搅拌好后，加入提前准备好的干果，将它们混合一下。馅料做好后，敷上保鲜膜，放进冰箱冷冻至我们用手去摸它，它没有那么粘手，可以团成团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将馅儿从冰箱里面取出来，分成25克一个。称好后，我们将它搓圆，然后放在烤盘上，继续放在冰箱冷冻备用。接着我们来做饼皮，将奶油、奶酪、糖粉加入盆中。现在按压，将两者混合，看不见糖粉为止。好，我们接着加入黄油。我们的黄油和我们的奶油、奶酪一定是要提前让它回温才可以使用的。
我们搅拌顺滑，将高筋面粉、杏仁粉还有可可粉一起塞入。粉类塞进去后，我们用刮刀将它切半，将面粉把黄油吸收。面团差不多成团后，我们戴上手套，将它稍微揉光滑一下，用保鲜膜将它封起来，松弛半个小时。饼皮我们松弛好后，将它分割成25克一个，将它搓圆，将我们的夹心取出来，然后包馅儿，将饼皮按平，然后将馅儿放在中间，然后收起来，收好后搓圆。好，我们的这样一个就包好了。裹一点玉米淀粉，放入我们的50克的模具中。放进冰箱继续冷冻。好，我们用下火160度，上火190度来预热。然后我们将月饼拿出来，放烤箱中下层，我们设置15分钟就可以了。如果大家想做立体一点的，你就将我们的月饼放在冰箱冷冻1晚上，然后第2天早上再来烤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做巧克力酱。我们先将淡奶油提前加热至50度，然后将我们的巧克力倒进去。我们搅拌好后，放凉至我们的手摸不出来它的温度就可以了。我们的月饼差不多也放凉了，蘸我们的巧克力酱，打上1层防潮可可粉。3张月饼大家就学会了吗？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。早上你还在吃白馒头、白吐司吗？不如做一瓶海盐焦糖酱，放在冰箱冷藏，可以保存半年呢。它不仅可以用来做夹心，提高蛋糕的风味，还可以用来做焦糖奶油和生日蛋糕的装饰。这么一个万能的酱，你还不赶紧安排起来？在熬海盐焦糖酱之前，我们先将奶油用微波炉加热。现在我们来熬糖水，先将水加入锅中，还有白砂糖，我们开中小火，让它熬至沸腾。现在不能动锅，不然的话它会翻沙，就是说我们的糖结晶了，就是一颗粒一颗粒的。糖水已经开始沸腾了，但这个时候呢，同样不能挨我们的锅，也不要去搅拌它，等待它变色。糖水已经慢慢开始变色了，然后我们要熬到一个琥珀色，它是从一个透明色到一个浅黄色，然后再到一个琥珀色。然后现在它颜色开变了，然后我们可以稍微晃动我们的锅，让它颜色均匀一些。如果颜色越浅，那它就越甜；但如果颜色越深呢，它就越苦。我们泡泡慢慢的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小，差不多我们关火，已经是琥珀色了啊。然后我们开始倒我们的淡奶油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啊。边倒我们边搅拌。少量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烫。搅拌的时候会有颗粒的话，我们可以再继续开小火将它加热至融化。好，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倒入我们的海盐，可以直接用我们的食用盐也是可以的。我们将它搅拌至我们的海盐差不多融化。我们煮好的焦糖酱，将它放冷却过后，再倒入我们的容器里面。海盐焦糖酱就做好了。我给大家总结以下3点：第一，我们的淡奶油一定要提前将它回温，然后加热；第二，就是我们熬糖的时候一定不要去晃动我们的奶锅，不然它会翻沙；第三，我们一定要看到是琥珀色的时候就要倒入我们的淡奶油。熬焦糖的时候不能熬糊了，不然会苦得让你怀疑人生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。
你吃过柔软又拉丝的排包吗？今天我就教大家做这一款不仅柔软又拉丝的奶酪排包，而且一次性可以出满满一大盘，家人怎样都够吃了。喜欢的朋友们赶紧做起来吧！我们在打面之前，先将液体部分搅拌均匀，将蜂蜜、炼奶、白砂糖、蛋液、牛奶搅打至我们的白砂糖全部融化为止。白砂糖融化后，将它倒入打蛋盆中，然后我们将高筋面粉也是倒入盆中，还有我们的酵母。好，夏天打面的时候，由于温度比较高，建议大家绑一个这样的冰袋在我们的打蛋盆外面。我们的厨师机先开低速，我们的面团搅拌成团后，好，我们继续打，开中速。可以扯出这样厚厚的膜的时候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加盐，还有黄油，还有奶油奶酪，同样开低速。好，奶油奶酪和黄油全部可以吸收后，我们已经成了一个比较光滑的面团。然后我们继续搅打，大概2到3分钟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有没有手套膜，我们拉起来比较轻松，就边缘我们是比较平滑的，没有那种锯齿状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出来了。打好的面团，我们来测量一下它的温度，26度。我们面团一定要保持在24到27度之间，表面团光滑。我们今天要用2次发酵，好，这是第1次，盖上保鲜膜。好，我们可以放常温发酵，或者是放在我们烤箱里面带有发酵功能，38度就可以了。我们发酵半个小时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已经发到2倍大，好，我们将它取出来。排气排好后，我们将它分割成10份。一个大概70克这个样子，分好后将它团圆，盖上保鲜膜，或者是这样一个袋子，让它松弛15分钟。现在面团松弛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将它整形，将它擀成椭圆形。好，底部稍微压一压。慢慢的先折一截，然后慢慢的将它裹起来，顺着这个力度就卷起来了。好，卷好我们这样收，好，稍微将它搓长一点，这样一个就做好了。好，其余的9个我们以同样的方法，我们把最后一个放进去，继续盖上保鲜膜。我们发酵至1.5倍大就可以了。我们发酵的差不多了，在表面上刷一层蛋液。好，我们放烤箱中下层，我们烤箱已经提前预热好了，上下火180度。好，时间大概20分钟左右。在我们的面包上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及时的盖一张锡箔纸。好，这一次面团有一点多，将它放凉。这次我们的面团有一点多，大家可以减少1根到2根这样的面团，然后效果会更好看。我们来撕开看看，实在太好吃了，忘记结尾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。